新加坡第一任总理李光耀的教育理念，在今天看来依然很有参考价值。但如果你还把新加坡教育理解成成绩好、纪律强，那你只看到了表层。它从建国开始就不是一套温和的育儿理念，而是一套国家生存系统。李光耀真正厉害的地方，不是重视读书，而是很早就判断清楚，新加坡没有石油，没有腹地，内需也有限，最后能拿去和世界交换的，主要就是人。于是教育承担的任务，从来不只是把孩子教会，而是要尽早识别谁最能扛事儿，谁适合被送去最顶尖的训练场，谁最后要回到国家机器里承担关键位置。今天这篇就来聊聊新加坡这套教育体系的底色。很多地方谈教育，先谈兴趣，谈人格，谈孩子要活成自己。但在新加坡，家长更早感受到的是教育和现实生活绑得非常紧。我们把这个现实放回建国初期，你就更能理解李光耀为什么会把教育制度化成国家工程。那个时候的新加坡没有天然资源，安全环境也不轻松，经济要靠港口、贸易、制造业，再一步步升级到金融和高附加值服务。政府非常清楚，如果不能持续培养出高质量、能和全球系统接轨的人，这个国家会很脆弱。所以李光耀看教育，不是先问孩子想成为什么样的人，而是先问国家未来需要什么样的人。这个起点一旦定下来，后面的筛选、排序、分流、精英培养就都不是偶然了。也正因为这样，新加坡家长比很多地方更早明白一件事：教育从来不是私事，它一直都是家庭命运和国家竞争力交叉的地方。看到这里，很多人会说，李光耀非常重视教育，这个判断没错，但还不够到位。更准确一点，他是把教育放进国家生存、经济升级和治理能力的同一张图里看。他先问，什么教育最能让新加坡在激烈竞争里活下去？这个理念一旦成立，很多政策就都很好理解了。为什么数学、科学、阅读这些基础能力被反复强调？是因为一个小国如果要提高治理效率、产业升级速度和劳动力质量，就必须先把最核心的认知能力做到非常稳定。PISA 2022的结果其实就是最直接的证明。新加坡在数学、阅读、科学都处在全球最前列，这说明它的学校系统在基础认知训练上长期稳定而且非常高效。但如果你只把这理解成会考试，还是低估了它。因为这些能力并没有停在试卷上，而是继续被输送到大学、科研、公共部门、金融等关键位置，最后转化成国家能力。李光耀教育观真正超前的地方就在这里。他很早就看见，未来国家之间拼的不只是资本和军力，还包括谁能更稳定地培养出高质量的人。他也确实解释了新加坡为什么能把教育变成最稳定的国家资产之一。我们接下来再看奖学金。如果说李光耀定下的是一套教育哲学，那 PSC 奖学金就是这套哲学最精密的执行器。很多家长看到奖学金，第一反应是成绩特别好，所以国家帮你出钱读书。这当然是它的一部分，但不是核心。PSC 真正做的是替国家提前识别未来可能进入核心治理层的人。如果你去看 PSC 这些年的公开信息，就会发现他强调的不只是学术表现，他还会看领导力、品格、公共服务精神、沟通能力，甚至是面对复杂问题时的成熟度。这背后的逻辑非常清楚，国家不是在找最会做题的人，而是在找未来能承担后果、代表制度的人。新加坡不少的高层领导和高级公务员都有一个很明显的共性：学术能力强，而且专业往往集中在经济、法律、公共政策这些对治理效率影响很直接的领域。这不是巧合，因为这些学科训练的恰恰是正式技术官僚最需要的底层能力。也正因为如此，新加坡的精英教育从来不是单纯培养学霸，而是培养能运转制度的人。当然，这套系统并不是没有代价，它的优点非常明显：专业、稳定、理性、执行力强。可它的问题也同样真实，路径太稳定，容易形成同温层，
筛选太集中，容易让精英视角变得更强，治理效率很高，但普通家庭的情绪和焦虑不一定总能被及时看见。所以这些年，新加坡也在不断强调多元路径、应用型人才、终身学习和更广义的人才定义。可如果你以为新加坡教育的重点只是把少数最强的孩子选出来，送进名校，再进入政府或顶级行业，那你看到的还是前半段。真正更值得注意的是，后来新加坡把同样的务实主义从精英层扩展到了整个社会。最典型的例子就是 Skills Future 这个项目释放的信息非常直接。在新加坡，教育不是18岁结束，也不是大学毕业就封顶，学习被定义成一种终身更新的能力系统，而且这件事不只属于尖子生，几乎属于所有人。产业升级越来越快，科技替代越来越快，岗位结构也在不断变化。如果一个国家只会培养少数最优秀的人，却让大量普通劳动者在30岁、40岁之后迅速失去竞争力，这个社会照样会承受很大压力。新加坡显然很早就意识到这一点，所以他一边维持高强度的精英选拔，一边又推动成人培训、技能转换、职业再学习。真正决定一个人未来能不能站稳的，是他进入社会之后能不能继续学习，能不能快速转向，能不能和全球高水平系统保持连接。NUS 这些年持续推进国际合作、联合培养、海外交换，背后也是同一个逻辑。新加坡知道，封闭型优秀是不够的，必须是可以和全球知识网络持续接轨的优秀。新加坡教育看上去像学校问题，最后却总会回到国家竞争力、家庭安全感和个人适应力。它不只是培养优等生，它是在训练整个社会如何长期不掉队。说到底，李光耀留给新加坡的不只是几所好学校，也不只是漂亮的国际排名，他真正留下的是一种很清醒的判断。一个国家如果想长期站稳，就必须持续把人才变成国家资产。这个判断成就了新加坡，也塑造了今天家庭对教育的紧张感。可对家长来说，最重要的不是他的严格，也不是简单羡慕他的成绩，真正值得借鉴的是他那种非常明确的排序。什么能力必须尽早打底，什么路径会深刻改变命运，什么代价不能假装看不见。如果你只学表面的高压和分流，你最后只会得到焦虑。但如果你看懂了它背后的排序逻辑，你会开始问更重要的问题：我的孩子未来真正需要的，到底是短期高分，还是长期适应世界的能力？这才是今天家长最该想清楚的事。如果这期内容对你有启发，欢迎订阅频道。也想请你在评论区告诉我，如果你是新加坡家长，这套教育体系里你最想保留哪一点，又最想改变哪一点？下一期我们继续把新加坡教育里那些看起来熟悉，其实很少被讲透的部分，一层一层拆开。